嗨，大家好，我是老魏。我现在在越南胡志明市第7郡的富美兴。今天老魏带大家逛一逛越南的富人区。我现在在富美兴的这一条主街上，这边有很多韩国的烧烤店、韩国的商店，包括这些超市也都是韩国超市。韩国超市在这里几乎占了90%以上。当然，除了韩国超市，也有一些日本超市，像永旺超市小的永旺超市，包括日本的定食馆这种日本餐厅也有一些。我有一个朝鲜族的朋友就是中国国内延边的朝鲜族的朋友，他就跟我讲，他说在疫情前面就是在富美兴这里，韩国人最高峰的时候有2万多人也就是同时有2万多韩国人在富美兴这边这里在疫情之前是一个不夜城，在凌晨4、5点钟还都在经营。我们随便走进一条巷子，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韩国的店有多少。像这种店都有韩式风格上面都有韩文，包括像这种所谓的足疗店就是也有很多是韩国人开的。在这边任何一个小街区都可以看到这种韩文的商店韩国人的招牌。随便一条街上韩国的店或者韩国人开的 SPA 店就特别多。韩国人在富美兴非常多，所以富美兴这边呢也被称为韩国城。韩国的汽车公司，包括韩国的手机公司、三星公司，在越南的投资都非常多。而且这韩国人有一个特点，他是非常集中的，就是他们是生活的圈子就在一起，很少会参与到越南人的一些生活当中。其实有人做过一个调研就是说在越南是哪个国家的人最受欢迎，就是后来得出的数据就是韩国人。为什么是韩国人呢？首先一点呢，就是越南和韩国之间是不接壤，历史上是没有任何矛盾的。韩国人在越南民众心中更容易接受这是第一。第二呢，韩国的一些化妆品就是一些商品，越南人接受度很高品质也不错。第三呢，就是说韩国对越南投资金额是很大，是排在前5的。然后一点呢，就是韩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韩国人的生活状态是扎堆的，他是很少去跟越南人去争抢一些工作机会甚至在越南的社会生活中很难遇到有韩国人参与进来。韩国人是非常抱团的，也是非常扎堆的，所有的韩国人都在一块儿，几乎很少有韩国人独立的去生活在越南的区域所以这样的话，就是韩国人对越南人来讲是非常神秘的也是相对来说没有任何矛盾的，所以很多越南人就愿意韩国人做生意。在我右手这排房子呢，大概有10多栋这个是 Sky Garden， 也天空花园。Sky Garden 呢，它是富美兴集团最早建立的房屋。在 Sky Garden 和这个富美兴街区有很多这种韩国商店、韩国的超市、韩国的商店太多了。经常有中国朋友来到这边看了富美兴，他说这里就是越南人的富人区吗？就觉得这个房子也不是特别高，楼也不高，然后房子也比较旧，就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富人区吧。那和我们理解的富人区或者中国的一些富人区到处都是大别墅这个还是蛮有区别的但是来了以后他们会发现这里的物价可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这些超市大部分都是韩国超市。在我的身后呢，就是 Sky Garden 上面一条主街，也是观光街。那我们到街上去看一下。这左右两边呢是 Sky Garden 的房屋，总共大概有10几栋。
这个10几栋的房屋呢，在2层的时候，也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2层，在越南被称为基层。那在基层呢，有一条主路，把它们全部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步行街。这个 Sky Garden 步行街呢，晚上和早上的时候人非常非常多。这附近的配套也比较全啊，有游泳池、网球场，还有很多健身房。因为我们知道啊，越南的气候早上和晚上的时候是非常凉爽的，尤其到了晚上，太阳一落山，这个空气就弥漫着那种青草的味道，这个特别凉爽，特别舒服啊。然后这个 Sky Garden 步行街上啊，人流量就非常非常大啊。这里呢，就是有各个国家的人都在上面，就是走路啊，或者吃饭啊，或者散步啊，或者是做一些他们喜欢的事情啊。所以这条街上可以认识到来自各个国家的朋友啊，所以有很多中国人也很喜欢在这个步行街上来寻找，就是他们能认识的中国人。那在这边呢，有很多中国的老板住在这里啊，这样的话，你认识的人可能相对来说更了解越南社会啊，所以很多了解这边生态的人了解这边生态的中国人过来，先在 Sky Garden 这边待一段时间，然后认识一些朋友，了解一下越南社会。这个富美兴 Sky Garden 呢，是富美兴集团建立的建立的年份比较早，所以它房子呢相对来说户型啊，从这个房屋结构上来看都是比较老了。在 Sky Garden 步行街上可以欣赏到很漂亮的风景。当然，在这条街上看到的韩国商店也是非常多的。这里的房屋租金呢，在高峰期的时候，一个小的2居室租金大概要$700到$800。那在疫情的时候，最低的话也要700-800万。其实它的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因为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人流量的涌过来，房屋的租金价格是起伏非常大的。这上面的商店是非常非常多的，在高峰期的话，一店难求。一个小的店面非常小，就要$500-600，那大一点的话，可能要$3000所以这边开店，成本是蛮高的，但是回报率也很高。Sky Garden 呢，富美兴社区周边的环境非常好啊，非常优美，而且房屋啊也是风格多样很有建筑的美感啊。其实受疫情的影响，还是有很多商店现在是空着的空铺在疫情之前是空铺非常非常难找叫一铺难求。在高峰时期呢，这边一套房子的租金大概是$3000到$3500，那如果再大一点，可能还会更贵。那市口好一点的地方也是，甚至更夸张，能达到$5-6千一个月。所以这边租金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当时也可以想象这个富美兴，也就是最辉煌的时候，它这个有多繁华吧。这里每天都停着很多这个 Grabber 小哥哥，就像类似于我们中国的美团都是一些外卖骑手，非常多这里有一片空地这个大概是2套或者3套房子的宅基地。那这样一片宅基地的价格，大家猜一猜能有多少钱？我们来看一下越南的房屋结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这种结构，它是宅基地也是这种结构，它这个长度可能没有20米，也就15米左右，宽的话大概是5米。那也就是说，这一套宅基地的面积是5乘15米，这样一套宅基地，我们来想一下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在这种道路的拐角处比如像这样的房子是最昂贵的。那我在疫情之前呢，我曾经问过类似这样拐角处的房子，租金大概是$5000。好了，老魏最不喜欢刨坑了，就是刚刚我们就说到这个一个宅基地的价格。那在富美兴 Sky Garden 这边呢，一个宅基地大概是5乘15米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它的价格在$100万到$150万。当然这个价格是浮动的就是要看卖家了，因为这里是一片地是非常非常难求的，也就是说是一个卖方市场，不是买方市场。这些房屋的建筑结构有很多具有浓重的法兰西风格也有欧洲小镇上那种就是比较宁静的感觉吧。在 Sky Garden 这边呢，就是富美兴这边
就是随处可以看到这种咖啡馆啊，或者越南餐厅啊，或者韩国餐厅啊，或者说日本餐厅，当然中餐厅也有啊，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现在又到了视频刚开始的时候那条主街，主街的两边都是这种很气派的房屋啊，然后建筑结构也是很漂亮。我身后这条主街呢，就是车流量每天都是非常大，然后这条主街的正对着的地方啊，就是我身后是一个别墅区。那别墅区的租金呢，大概是15000人民币到2万人民币左右。这个是疫情的时候的价格，那其他的时候我不知道了，因为它这个价格浮动很厉害。这别墅里面非常漂亮，全是这种棕榈树啊，绿化特别好。就经常有朋友问我啊，老魏，我想去玩啊，什么暗河游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在哪里？其实老魏也不去这些地方，我分享的东西都是我去过的，我觉得好的我会分享给大家，但是有一些我没有体验过的，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但是如果你们换一种问法，问老魏，老魏，我来了越南，我不想去干嘛干嘛啊？你怎样规避我可以不去这些地方？那老魏就告诉你，这个 Sky Garden 啊，就是韩国街这边有很多的韩国人开的足疗店，你千万别去那个里面价格很高，然后你会特别要看好你的男朋友、你的老公，不要让他到里面来在富美兴有非常多这样非常漂亮的咖啡店啊，就是有时候带上朋友啊，在咖啡店里坐一天都不会腻。在富美兴街头啊，也有很多这种越南人摆的小摊，物价相对便宜，但是比在越南区的话要贵很多。这里呢就是富美兴的韩国街，那富美兴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街区啊。富美兴是第7郡的一个比较大的、比较特殊的一个区。那下一次呢，老魏再给大家慢慢的介绍这个整个富美兴地区让大家了解一下第7郡这个越南胡志明的一个经济特区。那本期的视频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现场，祝您生活愉快，拜拜。